很高兴看到像纽约证券交易所这样的全球金融基石拥抱创新，并为未来设定步伐。当我们展望未来时，我们知道人工智能有潜力塑造未来，并使其变得更好。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解锁了从代码编写到哲学推理的一切。这一旅程始于基金会模型，它们使数十亿用户能够利用他们永远无法访问的数据的力量，它们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游戏。很少有人比开放人工智能更能塑造未来。通过每天有超过10亿人使用的 ChatGPT 的爆炸式增长，他们重新定义了我们如何与数据和智能互动，以及我们如何想象未来的工作。变革的中心是当今技术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它领导开放人工智能从突破性的研究到现在影响数十亿人的产品，推动人工智能在真正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请和我一起欢迎 OpenAI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也是我的好朋友 Sarah Gao。欢迎山姆和莎拉。是啊。回来真好。我是说，在街头艺术中，这看起来像一场摇滚音乐会，但对于数据人换数据人，是的。你2年前在这里，是的。但没那么神奇。那么，首先 ，Sam Streeter， 您对2025年驾驭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领导者有什么建议？我认为就这样做吧。模型变化如此之快，仍然有很多犹豫，有所有这些理由等待下一个模型，或者你会有点像等待，看看这是否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动摇，或者你是否应该建立，你知道用东西 A 或东西 B。但是我作为技术的一般原则，当事情变化很快时，迭代速度最快、犯错成本最低、学习率最高的公司获胜。当然，我们在企业和人工智能方面看到的是，那些早期下注并快速迭代的人，比那些等待一切如何发展的人做得更好。斯特拉达，你会怎么说？我完全同意。我要补充的是好奇心。我们认为过去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实验中却不再真实了。而且很多人打开 AI Snowflake， 使得实验成本非常非常低。你可以进行许多小实验，从中获得价值，并在这种优势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我想再次重复 Sam 所说的，那就是迭代最快的人将从事物中获得最大的价值，因为他们知道哪些事情会起作用，哪些事情不会起作用。他们可以驾驭这个快速变化的未来。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永远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时刻，一切都尘埃落定，然后我们可以弄清楚我们该做什么。你的建议和你去年说的有什么不同？我想我去年也会说同样的话。我认为好奇心是最被忽视的事情。我觉得犯错也没关系，你需要弄清楚在什么情况下这并不重要。这样的情况有很多。但这项技术也在迅速成熟。你知道，你现在绝对可以使用 ChatGPT 来获取最新事件的信息，因为它知道何时使用网络搜索来提供这些信息。所以有很多像聊天机器人这样的应用，无论是结构化还是非结构化数据，技术都是成熟的，你可以领养它。是的，你总是可以突破你还能用它做什么的界限。还有更前卫的代理应用，但远离前沿。我认为这项技术实际上已经准备好主流使用了。有趣的是，我去年不会说同样的话。去年我也会对一家初创公司说同样的话，但对于大企业来说，我会说，你知道，你可以做一点实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可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用于生产。这真的改变了我们的企业业务，就是这样发展的。我们与大公司交谈，他们现在真的在利用我们做很多事情，并说有什么不同。然后我们就想，是不是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他们说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它只是工作的更可靠。它起作用了，你知道，它可以做所有这些我认为我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
似乎在去年的某个时候，我们确实达到了这些模型可用性的真正拐点。现在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明年我们会有什么不同的说法？我认为明年我们不仅可以使用系统来自动化一些业务流程或构建这些新产品和服务，而且您真的可以说我的业务中遇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你能解决它，我会用大量的计算来解决它。这些模型将能够解决团队独自做不到的事情。在这些模型方面获得经验的公司，在这个世界上处于有利地位。他们可以说：“好吧，你知道。”人工智能系统无论什么，你知道，就像重做我最关键的项目。这里有大量的计算，好好想想，找出答案。我认为准备好的人，明年会有另一个大的变化。我认为你知道，考虑到推理和将更多的计算应用于难题，你知道，在一些工作流程中引入代理，有一种观点认为记忆和检索必须改变很多。你认为记忆和检索在下一个时代的作用是什么？我认为像检索这样的东西一直在让生成式 AI 技术接地气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那就需要接地了。如果你问的是一个事实问题，你想要一个可靠的答案，所以你知道，在 GPT-3上，我们早在2023年初就构建了网络搜索规模系统。因此，每当您提出需要现实世界参考点才能回答的问题时，例如突发新闻，您都可以提供该上下文。类似地，知道你在记忆之前是如何解决某些问题的，你与特定系统的互动可以极大的影响并使该系统在未来变得更好。我认为，随着您将这些模型用于越来越多有趣的任务，它们的作用将继续增加。你拥有的上下文越多，我认为这些系统就越好，无论是从交互的角度，还是从代理的角度。山姆，你有没有一个框架可以给这里的每个领导者思考？比如代理商今天和明年能做什么？我的意思是，我们刚刚推出的名为编解码器的编码代理，是我喜欢的 AGI 领域之一。你会喜欢看这个的，你可以给他一堆任务，他在后台运行，他真的很聪明，他可以做这些长期的事情，然后你可以坐在那里，对这个说是，对那个说不，再试一次。它可以连接到你的 GitHub， 你知道，在某个时候，如果你愿意，它还可以观看你的会议，查看你的空闲时间，阅读你所有的内部文档。它正在做令人难以置信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你知道，也许今天它就像一种可以工作几个小时的实习生，但在某些时候，它会像一个可以工作几天的有经验的软件工程师。然后我们会在许多其他类别的工作中看到这一点。所以你看，你会听到一些公司正在建立代理来自动化他们的大部分客户支持，或者他们在销售或任何其他事情上有所增加。你会听到人们谈论他们现在的工作是将工作分配给一群代理，看看质量，弄清楚他们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给出反馈。这听起来很像他们如何与一个仍然相对初级的员工团队合作。就在这里，它还没有均匀分布，但正在发生。我敢打赌，明年在一些有限的情况下，至少在一些小的方面，我们开始看到代理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新知识，或者可以找到解决目前非常重要的业务问题的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的，好吧？如果你有一些重复性的认知工作，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以低水平自动化它。随着这种情况扩展到更长的时间范围和越来越高的水平，你知道，在某些时候你会得到一个人工智能科学家，一个可以去发现新科学的人工智能代理。这将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时刻。你说这是一个时刻，你知道编解码器和体验，你知道编码代理。你感受到 AGI 的那一刻是什么时候？所以我不得不问你这个问题。比如 AGI 现在对你来说的定义是什么？我们离它还有多远？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想，如果你能回到大多数人身边，如果你能回到过去，就5年，比如说2020年。不过，这就像人工智能的黑暗时代。事实上，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刻，因为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回到整整5年前，我可能会弄错，但我认为那是在我们推出 GPT-3之前。
所以这个世界还没有看到，没错，像一个好的语言模型。如果你能回到那个时刻，向某人展示今天的 ChatGPT， 更不用说编解码器或其他任何东西。除了 ChatGPT， 我想大多数人会说那肯定是 AGI。你知道，所以我们很擅长调整我们的期望。我认为这是人类的一件奇妙的事情。我认为 AGI 是什么的问题并不重要，这是一个人们定义不同的术语，同一个人往往会有不同的定义。重要的是，我们在过去5年中逐年看到的进步速度，应该至少在未来5年持续下去，可能会远远超过这一点，但很难说。无论你是在24岁、26岁还是28岁宣布 AGI 的胜利，还是在28岁、30岁还是32岁宣布超级智能的胜利，都远没有这个重要。长、漂亮、惊人的光华指数，所有这些都对我说，这个系统要么可以自主发现新科学，要么对人们来说是一个如此不可思议的工具，以至于我们在世界上的科学发现率翻了4番，或者可以满足我可以想象的任何 AGI 测试。其他人会说，这一定是一个能够自我完善的系统。很多人会说，像 ChatGPT 与记忆今天非常 AGI 喜欢。当然，在我们的一些早期测试中，比如人们过去常说的图灵测试是目标。好了，回到2020年，亲爱的，你还记得你在构建搜索时使用的第一个开放 AI 模型是什么吗？哪一年？你实际上是在使用 GPT-3 Playground， 用它做一些小实验，然后用 API， 我们不能提供 GPT-3。我们在网络规模上运行它，所以我们基本上逆向工程了如何用70亿、100亿个参数模型来做到这一点。但是当你看到 GPT 很好地解决了这个叫做抽象总结的问题时，你已经可以看到我的伟大之处了。基本上就是拿一个1500字的博客写3句话来描述它。真的很难，人们很难做到这一点，而这些模特突然就做到了。这就像是一个等待的顿悟时刻。如果你能在整个网络语料库上做到这一点，你当然可以搜索出要看哪10页。当我想到“哦，我的上帝，这里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时，那是一个有点顿悟的时刻。当然，它还在不断增加。在您作为企业家或 Snowflake 首席执行官的旅程中，您在什么时候会想：哇，我的意思是，我也雇佣了一位前 Neva 员工。我的部分前提是，一切都是搜索或搜索在这个时代加。你什么时候有这种想法的？这是关于设置背景。一旦你看了这些模型并与之互动，或者思考了任何问题，你也希望有一种方法来缩小你想要操作的范围。这是一种非常强大且可推广的技术，即使你看看已经出现的许多后培训技术，这也是一点点可以的。采用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模型，给它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并用它来改进它正在产生的东西。我会说，这更像是一个通用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工具，说明你如何让事情发生，这都是关于正确的背景设置。总是有无限的背景，人类通过我们所谓的注意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专注于某件事。我认为搜索是为模特设定注意力的工具。您是否同意 Sam 的观点，即这实际上只是处于指数能力曲线上，或者是否有对您或客户重要的 AGI 定义？我认为这变成了一个争论的问题，就像山姆在，我认为有时这也是一个哲学问题。我会把它比作，我不知道有一次潜艇游泳。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荒谬的，但当然是荒谬的。因此，我认为这些模型具有我们会喜欢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功能。任何看到20到30年后事情会是什么样子的人都会宣称那是 AGI， 但请记住，就山姆而言，你和我会在2020年说同样的话，而不是我们在25年说的话。对我来说，进步的速度才是真正惊人的。我真诚地相信，许多伟大的事情将会随之而来。同样，我们对一台相当不错的电脑可以击败世界上每一个会下棋的人这一事实有何感想？没关系，我们仍然有非常非常擅长下棋的人。所以我认为定义很重要。什么
它更受欢迎。现在比以前更受欢迎了。对于一个目标来说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认为我们会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我真的不认为实际的时刻很重要。我个人有一种预感，当人们问起 AGI 时，我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在问意识。他们只是并不总是这样框定，或者至少一些大的子集是这样。正如你所说，这更像是一个哲学问题。我必须问你，因为我们有你。你在训练更多的模特，你知道，你比其他人先看到了下一个功能。在下一组模型中，您看到了哪些突发行为？这些行为会改变您的操作方式。从产品角度来看，您想要构建什么？您如何运行开放式人工智能？是的，未来1、2年的模特将会非常令人惊叹，真的。我们面前有很多进步，还有很多改进。就像我们在之前的大跳跃中看到的那样，从 GPT-3到 GPT-4，企业可以做上一代模型完全不可能做的事情。以及企业能够做什么，我们谈了一点，但就像给他你最难的问题。如果你是一家芯片设计公司，说去给我设计一个比我以前可能拥有的更好的芯片；如果你是一家试图治愈某种疾病的生物技术公司，就说去帮我做吧。好像那不是很远。这些模型能够理解你想要给他们的所有上下文，连接到每个工具、每个系统等等。然后去非常努力的思考，就像非常精彩的推理，然后带着答案回来，并且有足够的稳健性。你可以相信他们会像那样自主的做一些工作。我不知道我是否认为那会感觉如此接近，但感觉真的很接近。你能给这里的每个人一些直觉吗？比如什么知识在范围内或即将在范围内？因为当我想到核心智能时，我会说，你知道我相当聪明，但我脑子里没有一个完美的物理模拟器，所以我怎么知道什么是可能的？我喜欢思考的框架，这不是我们将要发布的东西。我喜欢柏拉图，理想是一个非常小的模型，具有超人的推理能力。它可以运行得快得离谱，拥有1万亿个上下文令牌，可以访问你能想象到的每一个工具。所以问题是什么并不重要，模型是否知道其中的数据并不重要。像模型一样，使用这些模型作为数据库有点荒谬。这是一个非常慢、昂贵、非常破碎的数据库。但是它们能推理出的惊人的事情。如果你把它想象成这个推理引擎，然后我们可以把一个企业或一个人生活的所有可能的背景，以及他们需要的物理模拟器或其他任何工具扔进去，这就像是非常惊人的人们可以做的。我认为，你知道，我们正朝着那个方向前进。太神奇了！我想问你们两个一个更像猜想的问题：如果你有1000倍以上的计算，最初的想法是无限的，但这变得愚蠢的1000倍以上的计算，你会用它做什么？我的意思是，我想在这之后，我会给出一个有用的超级元答案。但也许真正的答案是，我会要求他在人工智能研究上非常努力，找出如何构建更好的模型，然后问那个更好的模型，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所有的计算。你最难的问题？我是说，我认为这是理性的做法。这意味着你真的相信你必须相信的答案。真的相信这一点。我认为我想说的更有帮助的事情是，我们现在在 ChatGPT 内部或使用我们最新模型的企业内部看到了所有这些案例。这些模型在测试时间计算方面有真正的回报。你知道，如果你让模型更多的推理，如果你在一个难题上尝试更多的时间，你已经可以得到更好的答案了。一家企业刚刚说，我将在每个问题上投入1000倍以上的计算，这将会得到一些惊人的结果。现在你不会真的这么做，你也没有1000倍的计算。但事实上，现在这是可能的。我认为确实指出了人们今天可以做的一件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说，好吧，我真的会把它当作幂律，并愿意为我最困难的问题或最有价值的事情尝试更多的计算。Sridhar， 你是否对 Snowflake 做了同样的事情？无论你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或者你已经建立了这个惊人的职业生涯，你知道，运行 Snowflake 的数据基础设施搜索优化就是问这个问题。我认为
这将是一种使用大量计算的非常酷的方式，但只是为了给出一个与我们生活的技术世界不同的答案。你知道，有一个项目叫做阿纳姆项目，这就像我们20年前做的 DNA 测序项目，但它是关于弄清楚 RNA 表达。事实证明，它们几乎控制了蛋白质在我们体内的工作方式。这是一个突破，确切地知道 RNA 如何控制 DNA 表达。它可能会解决大量的疾病，让人类进步更多。这将是一个很酷的使用，基本上相当于用语言模型完成的 DNA 项目。如果你有很多电脑，可以扔掉一些东西，那将是一个非常酷的结果。鼓舞人心，也是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之一。太感谢你了，街头艺术，谢谢。谢谢你，莎拉。谢谢你。谢谢你。